上次我和你们分享了在椅子上放松肩颈的方法，这次我要让你知道腰酸屁股痛的人在椅子上可以怎么样自我放松。在台湾先毅的职场伤害预防线上直播课已经在会员影片上架了，以后如果有演讲活动，我都会放在会员影片里哦。因为直播课程比较多时间都在讲观念，所以这几部椅子操可以当作是直播课程的运动补充包，想看的随时可以加入会员观看。本节目由厚望举重床独家赞助播出，厚望举重床与你一起预约更好的明天。第一个动作四字形拉筋，一开始先将骨盆复位，复位的方法是屁股往后推，将坐骨坐到椅子上就可以开始咯。我们先把右脚放在左脚上，脚踝超过膝盖，看起来就像翘二郎腿。这个动作我们可以拉到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先把上半身打直，手把膝盖往下压，然后以髋关节为支点，身体往前倾斜，这样可以拉到后侧的髋关节囊，提高髋关节区的活动度，可以减少腰的代偿。你感觉到右脚屁股紧紧的，就停留30秒。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髋关节控制能力不好的人很容易会变成弯腰，这样会给腰椎压力。如果要避免这个错误，我们要让腰椎尽量保持挺直，感觉有点像用髋关节往后推。30秒后，身体回正，双手变成抱住膝盖往上拉。这动作可以拉伸到梨状肌，有些人梨状肌太紧会压迫到坐骨神经，腿就容易刺痛或麻。屁股觉得紧紧的，就可以停留30秒，一边每天做3次。换方向。在椅子上坐太久，会造成臀部肌群血液循环不良而变得紧绷。屁股肌群过紧，除了容易压迫到坐骨神经外，也容易让肩胯关节卡住。一旦卡住了，尾椎两侧的关节就会感觉痛。臀部肌群紧绷也会限制到腰椎，让腰容易代偿。所以四字形拉伸对于臀部酸痛或是腰椎酸痛的人都是非常好的拉筋动作哦。第二个动作，髂腰肌拉伸。一开始侧坐在椅子上，屁股只做1/3，左脚往后延伸，重心往后移，肚脐往肋骨方向缩，尾椎往地板方向延伸。这个动作就是骨盆后倾。觉得前侧紧紧的，就可以把左脚脚跟往后踩，身体往右侧旋转，勾住椅背。这动作可以同时拉到髂腰肌、前侧筋膜和胸椎。有常常看我影片的人应该都知道，当你的髂腰肌跟前侧筋膜紧绷时，会影响到腰椎的弧度，让你腰酸背痛。一次停留30秒，每天做3组。换方向。右脚往后延伸，重心往后移，肚脐往肋骨方向收，尾椎往地板方向延伸。觉得前侧紧紧的，就可以把右脚脚跟往后踩，身体往左侧旋转，勾住椅背。如果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腰会酸，就是你过度拱腰了。这时候可以用点力气缩紧肚子，让肚脐往肋骨方向收紧，腰酸就可以缓解。一次停留30秒，每天做3组。
如果没有椅背的人，可以把手往上举高就好。第3个动作是内收肌和胸椎旋转，别忘了每个动作开始之前都要做一次骨盆复位，让坐骨重新坐回椅子上。往前坐到椅子的1/3，把脚打开2倍的肩宽，脚踝打开15度，将身体挺直往前倾斜，双手慢慢沿着小腿往下握在脚踝之上，往右边旋转。把右手往上延伸，指向天花板。这动作可以拉伸到左边的大腿内收肌。左手手肘要用一点力顶住膝盖，停留3个呼吸。换边，换成往左边旋转，左手往天花板延伸，右手手肘顶住膝盖，拉伸右边的大腿内收肌，停留3个呼吸。换边，一边做3次，一天做3组。手往下的时候，躯干要注意保持直立往前弯。如果手还没摸到脚踝就会驼背的人，可以只摸到小腿就好哦。这动作要注意，身体旋转时，手肘往外顶着膝盖，膝盖不能往内倒。大腿内侧是很多人容易紧绷的地方，这边紧也容易造成下肢循环变差。大腿内侧和前侧的拉伸都是不可或缺的哦。做这动作时，椅子不要坐太满，脚要稳稳的踩在地板上，再旋转。拉筋时要停留3个呼吸。在椅子上生活太久的人，胸椎通常会很紧。如果再加上翘脚习惯的话，大腿的内侧肌肉会紧上加紧。内收肌太紧最有可能的问题就是膝外翻，造成膝盖压力过大，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X 型腿。如果你刚好有 X 型腿又有膝盖痛，一定要常常拉伸大腿内收肌群。拉开之后，你的腰和膝盖应该都能感觉到很舒服哦。第4个动作是大腿后侧腘旁肌动态拉伸。先将骨盆复位，坐在椅子前方1/3的地方。右脚伸直，脚掌轻轻翘起。太紧的人，膝盖可以稍微弯曲。背打直，手叉腰，想象自己要用肚子跟大腿把手夹紧。这时你会感到大腿后侧紧紧的，就是有拉对地方。这个动作我选择用动态拉筋，用3秒的时间下去，用3秒的时间起来。动作不要太快，一边重复12下，一天做3组。这里有一个小诀窍，下去的时候脚跟也跟着出力往下踩，身体会更稳定，也能拉得更多。大腿后侧的腘旁肌容易紧绷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习惯在拉长的状态下出力，所以这个动态拉筋加上往下踩的动作，可以告诉你的大脑，腘旁肌是可以一边拉长一边出力的，这样就会让大腿后侧比较有延展性，不容易紧绷，骨盆就不容易卡住。12下之后换边。动态拉筋和静态拉筋的差别和用法，有机会我会再做一部影片专门讲。这个动作我选择用动态拉筋，目的就是要让大脑习惯腘旁肌能在拉长的状态下出力。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急着想要让身体接近膝盖，不小心腰椎就弯曲代偿。你以为你压得很下去，其实都是幻觉，是腰椎在代偿哦，其实没有拉到多少腘旁肌。第5个动作，站姿全身伸展。做着30分钟后，别忘了站起来一下，用这个运动来打断久坐累积的慢性伤害。一开始站在椅子的后面，脚先打开大概1.5倍的肩宽，脚尖再往外打开15度，膝盖微弯。
手往前抓住椅背，脊椎打直，屁股往后推，胸口往下压，肚子收紧，腰不要往下掉哦。这时候你会感觉到阔背肌、腿后还有胸椎都紧紧的。接着重点来了，右手去尽可能的摸到左脚踝，再往天花板旋转伸展，配合呼吸，不要闭气。拉到天花板的时候吸气，停3秒，再回来摸脚踝，一边做3次，一天做3组。往天花板伸展的同时，对侧的膝盖稍微用力往外打开，这样可以同时拉到内收肌群。旋转的过程中，有些人会因为内收肌太紧，或是脚没力，做起来摇摇晃晃的。所以在旋转的过程中，要特别留意自己的骨盆有没有好好的固定住哦。第6个动作，抱膝腰椎弯曲收操。这个动作是要增加腰椎弯曲的活动度。先将骨盆复位后，坐到椅子前1/3，肚子缩紧，把身体往前弯，重心放在脚上，慢慢的把脊椎关节弯曲，手碰到地板，再把手往地板上轻轻推，将脊椎弯曲成一个 C 字形。吸气。吐气，肚子回缩，想象把肚子缩紧，接近后侧的腰椎，慢慢把腰椎撑开，反复10次吸吐。这边要注意，把重心放在脚上，而不是屁股上，才不会对腰椎产生太大的压力。你可以把这个动作看成4足跪姿婴儿式的坐姿板。如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腰痛，不要太勉强，适度的放松就好。椅子操很适合所有的人做，而且现在我们的生活真的几乎都离不开椅子，所以要好好利用身边常见的各种工具，其实都能达到放松身体、恢复体态的效果。如果你身边常常有那些腰酸、屁股酸、属膝紧紧卡卡的朋友，可以帮我把影片分享给他们。之后我还会有椅子操最后一集，尽可能的帮你把所有能在椅子上做的动作都收集起来。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拜拜。